一支影片点击率比平常高，观看时长比平常长，留言区全部都是好评。照理说，这应该是这个频道里面最近表现最好的一支影片，结果它是频道过去10年来看的最少的一支。这个频道经营了10几年，2500万订阅。他们自己也想不通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直到他们联络上了 YouTube 才得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可能也正在发生在你的身上，只是你一直没有查到。Hello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频道，它是做科普动画的，经营超过了10年，35亿以上的观看量，是 YouTube 上面信任度最高的频道之一。其实在这一支影片之前呢，已经有过一次征兆了，他们的倒数第2支影片表现就有点奇怪，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放在心上，觉得可能也只是偶然。直到最新的一支超级掠食者的影片，所有的互动指标都是高于平均值的，点击率高，观看时长长，留言也都是好评，结果却是10年以来观看人数最少的一个。他们才确定不对劲的不是某一支影片，是整个频道被压住了。他们自己形容这是每个创造者最怕遇到的噩梦，演算法好像直接把他们挡住了。联络了 YouTube 之后得到的答案就是这样的，系统的自动侦测的工具误判了，他们这一支真人制作花时间手绘的内容被系统认成是 AI 的垃圾内容，频道因此被压下去了。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被一套机器判断成了做错事的那种频道。这件事情的背后牵扯到了一套你完全看不见，但是每天都在帮你打分数的系统。先讲结论，这半年 YouTube 动用这套新的系统，一口气清掉了5万个频道的集群，总共13万个账号。这是 YouTube 执行长从今年1月就公开讲过要做的事情，不是临时起意，是整年的计划。这套系统它叫做 Scalable Cluster Termination System， 简称 SCTS。它跟以前的审查系统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以前是一支影片去判断这支好不好，这一支有没有违规，现在不是了，它其实是2套的判断同时在跑，各自算一个分数，最后合起来看。第一套专门看内容本身的样子、用语的模式、叙述的结构，有没有高度重复的模板痕迹，这一套抓的是这些影片是不是同一个剧本套出来的。第2套专门看账号背后的基础设施，上片的时间规不规律，有没有规律到不像是真人，多个账号是不是共用同一套的后台工具在跑，这一套抓的就是这些账号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套的系统在背后操作。2套分数合起来，系统才能够判断这是不是一整群的账号在用同一套的生产线量产内容。只要判断成立，它不是把一支影片下架，它是把整个集群一次清掉。而且这一套系统没有停在原地，做坏事的人也在变，今天用这套生成的方式被抓到，明天就换另一套躲侦测，所以系统设计成可以快速微调，对手一换手法，它几天内就能够跟着调整判断的标准，不需要工程师再重新训练一次，跟人工审查相比，速度快了30%以上。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误判这种事情以后只会越来越常发生，不是越来越少。因为系统本身就是设计成持续的在变动，持续的在学习的。你不需要亲自的做坏事，你只需要看起来跟做坏事的人是用同一套的方法在做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频道就是这样被抓进去的，他们产量稳定，风格高度一致，对系统来说这些特征刚好也长得很像集群操作的样子。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 YouTube 现在判断一个频道早就不只是看你的这支影片拍的好不好这么简单了，上片的节奏、标题的节
构、叙述的声音，这些平常没有人会注意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是系统在打分的项目，而大部分的创作者从来都没有系统性的去整理过这些讯号，都是在凭感觉在做的。这正是我整理在2026年 YouTube 成长蓝图公开课里面的内容，把2026年 YouTube 真正在看的关键的讯号一次给你讲清楚，不用你自己再东拼西凑了。这是免费的公开课，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报名。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这个频道呢，它是经营超过10年，产量也是稳定的，风格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频道，一直被认为是训练生成式 AI 动画最常被拿来参考的素材来源之一。现在呢，它自己反而是被系统当成是 AI 本身了。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续另外一个订阅数500万的创作者也在同一时间里面出来说话了，自己的频道表现一路变差，不确定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应该听进去。他说，像那个频道如此大的规模，查得到人，联系得到 YouTube， 能够把问题解决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管道的。I find this very concerning because Kurzgesagt is a big enough and influential channel enough that they can find out and correct this, but not everyone can. My channel's performance has been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we are really struggling. And I'm not sure if it's because of AI or because of cultural trends within AI。 这套系统的申诉成功率是低于1%的，在5万个集群的规模下，这已经代表了几百个的集群曾经被误判过了，而且每一个被误判的集群背后都是好几个真实在做内容的人，他们大概率没有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频道的知名度那么大，他们找不到 YouTube 官方的人，只能够自己想办法了。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开始紧张，自己是不是也在风险名单上面呢？先别急，这套系统它瞄准的是集群，不是单一的频道，它在抓的是一群账号共用同一套的模板，同一套的上片节奏，同一套的基础设施的操作。一个人认真经营，有自己的观点，内容会随时间演变的频道，跟那种样子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与其猜，不如自己先检查这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的上片的节奏，是固定周3、周5各发一支，还是规律的像是排成机器人在跑，连文案的长度、开场的剧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前者是真人的习惯，后者就是系统容易看歪的样子。第二呢，就是你的标题结构，你有没有每一支影片都是套用同一个公式的，连用词的顺序都几乎没有变过，固定的框架不是问题，问题是框架里面的内容也长得一模一样，系统看到的不是风格，是模板。第三呢，就是你叙述的声音，你的这几支的影片听起来像不像是同一个人在讲不同的事情，还是换了一颗脑袋在念不同的稿子？如果你自己都听不出来差别，系统也是听不出来的。真人在经营和机器在生产，最大的差别不是在画面漂不漂亮，而在于有没有留下无法被模板复制的东西。具体来说，可以检查这几件事情，你有没有在不同的影片里面反复提过同一个你自己的观点，而且立场是前后一致的？你有没有在影片里面承认过自己做错的事情，讲过自己的判断失误？这种东西机器是不会主动生成的，因为它没有真正犯过错的记忆。你回复留言的内容像不像是同一个人在说话，还是每一则回复都是差不多的万用句型？这些不是为了应付系统才做的表演，这些本来就是一个真人基因频道会留下的痕迹，只是现在他们多了一个作用，变成了系统用来分辨你是真人还是群集操作的讯号。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一直在讲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 YouTube 它不是在发现你，它是在调查你。过去他调查你是看你的内容值不值得推荐给更多人，现在他多了一层调查，是看你生产的方式像不像是一个真人在经营一个频道。你要做的不是去猜哪一支的影片可能会被误判，你要做的是让你的频道整体看起来经得起系统误判，也站得住脚。但是我想带你去看的再远一点，这件事情真正该让你记住的不是这套系统今天在抓 AI 垃圾内容，所以你要调整成什么样才安全？因为明天规则可能又变了，也许下一次系统盯上的不是 AI 生成的痕迹，是别的什么特征，
而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特征是什么，直到自己中标的那一刻。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频道，这次算幸运的，因为它是有办法直接联络到 YouTube 上面，几天内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了。但是那500万订阅的创造者讲的那句话你要记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管道的，你我大概率也是没有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的频道不管做得再好再认真，最终生杀大权都是握在一套你看不见也叫不到人的系统手上。这不是要你恐慌，是要你认清一件事情，频道可以被删，一支影片的触及可以被压，这些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但是你和受众之间的直接联系，没有人是可以删掉的。他们愿不愿意加入到你的社群里面，订阅你的电子报，记得你这个人，而不是只记得你的某支影片。这件事情 YouTube 的任何系统都是动不了的，这才是这整件事情最后你真正应该带走的一课。如果你也遇到流量突然不动，不要急着怀疑自己的内容不好，先想一想是不是踩到了这套系统的判断逻辑，但是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讯号。2026年 YouTube 判断一支影片值不值得被推的规则其实悄悄变了不少，大多数的创作者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那我把这些规则呢整理到了这支影片里面，讲完你就会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调整。